年前我就说中国房地产会出大问题，当时几乎没人相信。3年前我又说房地产要跌50%，结果还有人梭哈加杠杆买房，觉得自己能抄到国家底。如今不是刚需的，几乎全部被套牢。真相赤裸到让人心惊，水泥产量直线下滑。这个最基础的国民经济温度计，正在用一串冷冰冰的数据宣告一个时代的彻底死亡。水泥这个看似毫不起眼的灰色粉末，正在无情地揭穿中国经济的幻想。它无法出口，无法出海，几乎完全依赖国内市场。水泥的走势就是房地产和基建的心电图。数据显示，1990至2014年，中国水泥产量疯狂扩张，支撑起无数高楼与基建奇迹。2015至2021年，产量在高位震荡，那是房地产泡沫的最后狂欢。2022至2025年，产量开始断崖式下滑，下跌幅度高达30%，居民的绝望写在一袋袋卖不出去的水泥上。这不是行业波动，而是房地产的死亡通牒。恒大、碧桂园们排队爆雷，几十年积累的信仰瞬间坍塌。更触目惊心的是最新数据。8月15日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7月，中国水泥产量仅 1.46 亿吨，同比下降 5.6%， 创下2009年以来最低点。1至7月累计产量 9.58 亿吨，同比下降 4.5%。你没有看错，16年来新低。要知道，2009年是什么概念？那是全球金融危机刚爆发，中国疯狂搞4万亿救市的年代。如今15年过去，水泥产量竟倒退到那时水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房地产的繁荣彻底回不去了，意味着基建拉动已经失灵。更扎心的事实是，房地产投资在钢铁总需求中的占比已经从2021年的 37% 降到2024年的 27%， 预计2030年还会跌到 23%。房地产这头铁公鸡正在榨干最后一滴血，而钢铁至少还能靠新能源、电动车、电网找补，水泥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塌陷，因为它几乎没有替代市场。水泥企业的日子有多惨？2024年上半年，水泥行业迎来进入21世纪以来的首次全行业亏损，共计亏损12亿元，全年利润260亿元，较2023年下降 16%， 比2019年的行业高峰期更是惨烈暴跌了 86%。曾经的黄金行业，如今连利润的零头都不剩。江西省的预拌混凝土行业是一个活生生的注脚。2024年产量同比骤降 22.8%， 产能利用率只有 18.4%， 几乎80%的产能在闲置。行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30.2%， 利润空间被压缩到几乎消失。换句话说，厂房里机器轰鸣，但那只是空转的声音，背后是一群企业濒临破产的绝望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不是还有出口吗？是的，2025年7月，中国出口水泥及熟料101万吨，同比暴增 117.4%。1至7月累计出口516万吨，同比增长 60.3%。听起来很亮眼，对吧？可别被表象骗了。要知道，中国全年水泥产量动辄20亿吨，这点出口量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。更何况，这些出口大多是低价倾销，企业根本赚不到钱，只是把国内卖不掉的库存丢到柬埔寨、菲律宾、蒙古去换点现金流，苟延残喘罢了。水泥的尴尬就在于，它和钢铁、光伏不一样。彭博社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钢铁还能出口造船、造车，光伏还能堆到欧美屋顶，但水泥呢？它就是一袋灰粉，只能半砂石浇筑，既不能高科技，也不能远距离运输。
过剩的水泥就像中国经济的沉重包袱，甩不掉，砸在脚还喘不过气。而水泥产量的暴跌，绝不仅仅是行业危机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凋敝的缩影。同一份国家统计局8月15日的数据里，还藏着一串刺眼的数字：工业活动、投资、零售额全面不及预期。钢铁产量创2017年以来新低，房地产投资出现2020年以来最大降幅，人民币贷款更是出现20年来的首次萎缩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同时遭遇需求塌陷、信贷紧缩和行业衰退的三重打击。房地产7月零售销售同比仅增长 3.7%，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4.6%， 环比更是创下今年新低。中国前100家房企的新房销售连续2个月同比跌幅超过 20%。 楼市不行，直接拖死了上下游，家电没人买，木材没人用，钢铁水泥堆成山。中国的房地产根本没办法提振，因为经济萎缩了，人们不买房就不会有新建房子。水泥、木材、家电这些和房地产密切相关的行业统统走向萎缩。一句话，房地产熄火了，连带把整个产业链拖进了冰窖。数据不会说谎。2021年，中国水泥行业营收规模增高达10754亿元的历史峰值，到了2022年，直接跌到8885.1亿元，价格更是一泻千里。2022年全国均价425.86元每吨，2023年跌到394.25元每吨，2024年进一步降到384元每吨。短短2年，价格蒸发近 10%， 这对于低利润的行业来说就是生死线。更荒诞的是，水泥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卷到近乎自残。华新水泥、中材集团、冀东水泥、银山股份，这些名字曾经是基建狂魔的代名词，如今却都在泥潭里拼杀。2024年全行业亏损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扩大产能，结果就是市场价格被压得更低。内卷的尽头不是胜利者，而是遍地尸体。到这里你会发现，水泥的故事远不止一代灰粉，而是映射着中国整个经济的无力与窒息。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基建红利见顶，连最不起眼的水泥产量曲线都成了中国经济坍塌的心电图。而这仅仅只是开始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水泥只是旧经济的产物，中国不是还有光伏和电动车吗？不是还有新能源的大旗吗？然而，真相比你想象的更残酷。光伏曾经被吹捧为弯道超车的行业，如今正在经历和水泥一样的宿命，产能过剩，价格暴跌，利润枯竭。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光伏组件出口额虽然达到564亿美元，但平均出口价格1年之间暴跌了 42%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企业们拼命卖货，但卖得越多亏得越惨。大量中小企业被迫关停，地方政府血本无归，连龙头隆基股份、通威股份都在裁员。这难道不像极了当年的水泥吗？一开始是疯狂扩产，后来是无序内卷，最后只能靠低价倾销换现金流苟活。光伏本该是未来，却硬生生被完成了另一个水泥。再看电动车，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超过700万辆，一度超过日本，成了世界第一。听上去辉煌吧？可别忘了，出口背后是血淋淋的亏损。比亚迪降价，吉利降价，蔚来、小鹏、理想更是赔本赚吆喝。行业统计显示，2024年中国新能源车平均利润率不足 3%， 部分新势力品牌甚至连续3年亏损。更讽刺的是，零里程新车被当二手车甩卖到海外，大量中国电动车以白菜价
流入东南亚和非洲市场。这样出口真的是产业升级吗？还是和水泥、光伏一样，把过剩产能一车车甩出去，换几个外汇数字？钢铁行业也好不到哪去。虽然比水泥应用广泛，还能称一称新能源和交通基建，但现实是2025年7月，中国粗钢产量创下2017年以来新低。冶炼厂关停，矿山减产，整个产业链在哀嚎。工人们失业，地方财政税收骤减，一场场社会危机正在暗涌。说到底，不管是水泥、钢铁，还是光伏、电动车，问题都是一个中国模式走到尽头了。过去30年，中国靠房地产、靠基建把 GDP 硬拱上去，于是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，桥梁一条条横跨江河，数据漂亮的像个奇迹。但现在呢？房地产不行了，基建没钱了，水泥、钢铁、光伏、电动车全被拖下水。一个细节足以说明问题。国家统计局公布，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 2.1%， 远低于2010年代动辄 10% 以上的水平。换句话说，人们不敢花钱了，房子买不起，车子不敢买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谁还有心思去成消费升级的幻想？于是中国政府急了，他一边喊口号扩大内需，一边强行推动贷款，甚至出台政策，银行发放的部分购房贷款利息由财政补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政府逼你借钱，借不到，我来替你出利息。听起来荒唐吧？但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的逻辑，用透支未来的方式维持当下的虚假繁荣。可这能撑多久？水泥行业的数据给出了答案， 1.46 亿吨，16年来最低点。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真实体温。即便你喊再多口号，即便你砸再多钱，没人买房，没人建楼，水泥就是卖不出去。这就是最冰冷的现实。而当水泥产量下滑 30% 的时候，不只是企业在亏钱，更是整个社会的信心在崩塌。买房的人发现资产缩水，卖房的开发商发现现金流断裂，供应链上的建材、家电厂商发现订单一夜消失。每一个人都成了这场房地产崩盘的受害者。看看身边吧，失业的大学生拿着硕士、博士学历，却在送外卖、跑快递；农民工回到老家，原本寄望于工地的薪水，如今工地停工，只能靠零工度日；中产家庭咬牙买的房子，如今砸在手里，房贷越还越绝望。这不是经济数据，这是活生生的悲剧。当我们把视野拉远，你会发现水泥的故事正在不断重演。光伏、钢铁、电动车，一个个行业接力坠落。内卷、过剩、低价倾销，这是中国制造业逃不开的宿命。未来还会好吗？恐怕更糟。摩根士丹利最新预测，到2030年，中国房地产在钢铁需求中的占比将降到 23%。换句话说，房地产的引擎几乎熄火，而新的引擎还没造出来。更可怕的是财政，地方债已经飙升到40万亿元以上，利息都快还不起了。为了维稳，政府只能不断加税收费，把压力转嫁到老百姓身上。结果是什么？是消费进一步萎缩，企业进一步倒闭，恶性循环一圈圈扩大。所以水泥的崩溃不只是行业问题，而是一个信号，中国经济的繁荣神话真的走到尽头了。30年高歌猛进，如今一地鸡毛。水泥厂的冷窑是房地产时代的坟墓碑，光伏车企的甩卖是中国制造幻觉的破碎声，工地停工的沉默则是千万个普通家庭心里的绝望回响。一个时代结束了。